2万年前的男孩一把抓起地上的粑粑闻了闻，没错，是正宗牦牛的味道。他赶快召集族人将动物粪便涂满全身，以此来掩盖气味，然后带领族人缓缓靠近。静待时机，几只蚂蚁爬了上来，男人看也不看，直接一口吞掉，简直太香了。牦牛群缓缓靠近，已经进入了攻击范围。首领立刻发出命令，族人一拥而上，他们丢出手中的石矛，挡住了牦牛的去路。牛群只能调转方向，却殊不知前面就是万丈深渊。此时，一只牦牛被激怒，它转过身，盯准脆弱的人类冲了过去。男孩被瞬间撞飞，一路直冲悬崖。危急时刻，父亲将石矛掷了出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首领急忙冲到悬崖边向下看去，儿子一只手抓住石头，随时都有掉落的可能。父亲大声呼喊，让他再坚持一下，但男孩受了伤，已经没了力气。随着石头的掉落，他也坠下悬崖。幸运的是，男孩落在了石壁上，但此刻已经陷入昏迷。看着不知生死的儿子，父亲心急如焚，他甚至想爬下去救人。族人急忙拦住，并劝说道：“男孩已经死了，作为部落首领，千万不能为此冒险。所有的族人还需要他把他们带回家，妻子和孩子都在等着他们回去呢。”男人冷静下来，始终守在悬崖边，他大声呼喊，想要叫醒儿子。族人们到崖底收集了猎物，终于可以饱餐一顿。可直到天黑，男孩也没能醒过来。临走前，男人用石头给儿子堆成墓碑，随即忍痛离去了。一只寻找食物的老鹰意外发现了男孩，他一口咬住嘴唇，男孩痛得惊醒，一把将他甩开。此刻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悬崖边，腿也摔断了，向下望去足足有万米高。他大声呼喊父亲，却根本没人回应。男孩心里清楚，倘若坐以待毙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于是他开始试着向下攀爬，可爬着爬着就没有落脚点了。他尽力抓住石缝，由于进退两难，最终挂在了半空中。原始时代天气多变，一场暴雨突然袭来，男孩苦苦支撑，只感觉又冷又饿。他害怕地向下看去，却发现崖底积聚了大量雨水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男孩醒了过来，因为雨水积成河流，他才幸运地捡回一条命。他捂着摔断的脚踝，不停地大喊求救。整片山谷只有他自己。他拖着断腿爬到旁边喝浑浊的雨水，当抽出左脚，才发现已经高高肿起。找来石头固定住脚踝，强忍着疼痛，随即用力一拧，最后用树枝固定好，就可以勉强行走了。男孩一瘸一拐地来到悬崖上，看见父亲给他立的石碑，男孩绝望了，他只能踢向石头发泄心中的情绪。可更绝望的来了，不远处有一群饿狼正盯着他。男孩赶紧起身逃跑，拖着伤残的小腿走了很久，终于又找到一处水泥，并且吃了条蚯蚓补充体力。可当他抬头一看，饿狼正呲牙咧嘴地盯着他，男孩只能再次逃跑。他想爬上枯树躲避狼群的袭击，可却被一头饿狼咬住了靴子。情急之下，男孩拿出匕首捅伤了饿狼。就这样，男孩成功爬上了枯树，在这安全度过了一晚。第二天，那些饿狼都走掉了，只剩下那头被他刺伤的狼。男孩将匕首绑在木棍上，缓缓上前，准备彻底了结饿狼。可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样子，男孩心软了，内心的善良让他根本无法下手。于是便用绳子将狼的嘴巴绑起来，然后抱着狼来到了湖边，给他清理了身上的伤口。夜晚，两人找到了一处山洞，安顿好狼后，一身疲倦的男孩也睡下了。隔天早上，那狼竟然自己扒下了嘴上的绳子。男孩并没有惧怕，而是好意的给他送上了一碗清水，似乎是感受到人类的善意。狼放下了警备，开始大口大口的喝水。当天下午，男孩在野外找到了一只兔子，为了解决温饱，他终于狠心下手了。回到山洞，男孩尝试着钻木取火，可那饿狼缓缓靠近，试图抢夺兔肉。男孩当即一口咬住生肉，宣示自己的主权。小狼一看怂了，不再抢夺。在不断努力下，男孩终于生起了火。他吃上了美味的烤兔子，而野狼却在旁边直流口水。男孩瞧他可怜，便扔了块骨头过去。我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！经过多日休养，男孩的伤势渐渐恢复。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，在大雪来临之前，他必须返回部落。男孩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狼却咬住他的围巾，就是不肯松口。僵持了许久，男孩终于抢了回来。他嘴里驱赶着狼，可狼却淡定地趴着，根本不愿离开。实在没办法，男孩只好独自离去。可不管他走到哪里，狼都始终跟在他身后。他大喊让他回家，狼却安静地趴下。当他一走，狼又立刻追了上来。男孩用木棍驱赶他，谁知狼直接叼着木棍向他跑去。这回真的成狗了，这狼算是认主了。就这样，他们相伴同行。路过一片山谷时，狼发现了几头野猪，他立刻冲了上去。男孩也举起了石矛，很快狼就把野猪赶了过来。但因为没有捕猎经验，男孩实在下不去手。狼无奈地回过头，脸上似乎写了2个字：真是笨。狼更加确信主人似乎就是个废物。但后来的日子里，他们也渐渐有了默契，成功捕获了一只兔子。可男孩却抠门得很，自己把肉全部吃光，只分给狼骨头。你看他脸上的表情，是不是写满了不服气？可当男孩睡着后，他还是会厚着脸皮凑过去，
或许它才是世界上的第一只狗。每天早上，狼都会叫醒男孩，但他身上实在太臭了，于是男孩便带他来到湖边，将他扔下去洗澡。洗干净后，狼发现了水中的鱼，他迅速出击，轻易抓到一条。从此以后，男孩给狼起了名字阿尔法。冬季转眼就到，大雪覆盖了整片山谷，他们合力捕猎野猪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晚上在休息时，一头黑狼渐渐逼近，男孩警惕地举起石矛，阿尔法也做出攻击姿态。突然他放松下来，随即缓缓走上前，似乎和黑狼交流着什么。男孩瞬间明白了，他知道阿尔法不属于自己，于是劝他回到狼群，那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。阿尔法似乎听懂了，虽然十分不舍，但最终还是离开了。男孩伤心了一晚，隔天一早他便独自踏上了回家的路。为了节省路程，他决定穿过冰层。2万年前的暴风雪异常刺骨，他艰难地前行着，突然脚下冰面碎裂，男孩掉进了刺骨的边，河水中急流涌动，他焦急地捶打冰面，距离出口越来越远。生死一刻，一头狼冲了过来，他一跃而起，想要击碎冰层，但力量实在太小了，根本撞不破。危急时刻，男孩掏出匕首，用力一凿，万幸成功了。阿尔法立刻咬住他的袖子，把他拽了上来。冰天雪地里，男孩全身湿透，被冻得瑟瑟发抖。他强忍着寒冷，急忙钻木取火，终于点着了柴火。男孩脱下已经结冰的衣服，紧紧抱住阿尔法，一人一狼相互取暖。但他们来不及休息了，必须尽快回家。眼看着风雪越来越大，男孩发现了一顶帐篷，他急忙走上前向老人寻求帮助。可不幸的是，老人已经被冻死了。男孩走进帐篷，却只找到了一把弓箭。他们继续上路，可奈何风雪太大，只好躲进一个冰洞避一避。本以为安全了，但殊不知山洞中藏着一头凶猛的黑豹，它猛地扑向男孩。阿尔法一跃而上，瘦小的身躯与庞大的黑豹缠斗在一起，但很快他就被撕咬碾压。危急时刻，男孩颤抖地拉起弓箭，这次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一箭射出，正中黑豹心脏。战斗终于结束，阿尔法艰难地爬起来，在确认男孩安全后，随即重重地晕了下去。他们萍水相逢，但这头狼已经救了他很多次。男孩轻轻抚摸阿尔法，他下定决心一定把他平安带回家。暴风雪越来越猛烈，他们艰难地前进。男孩顶住风雪走在前面，阿尔法拖着受伤的身体跟在后面，累的时候就躺在雪地里休息。几天后，男孩在一块石头上发现了部落的标记，看来已经离家不远了。但此时的阿尔法已经快要走不动了，他本就身受重伤，慢慢落后，最终倒了下去。男孩跪了下来，不停地安抚他，再坚持一会马上就到了。但阿尔法连抬眼的力气也没有了。见此，男孩没有丝毫犹豫，他紧紧地抱起了伙伴，继续前行。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。又走了几天，男孩麻木地翻过一座座雪山，而怀中的狼也生死未知。他重重地栽倒在雪地上，随即沉睡过去。梦里他似乎已经回了家，看到了挂念的父母。突然，男孩猛地惊醒，他抱起阿尔法再次上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顶顶熟悉的帐篷映入眼帘。当他抱着阿尔法出现在部落中，才终于放心地倒了下去。父亲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，而男孩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救活自己的伙伴阿尔法。在族人的悉心照料下，一人一狼都醒了过来。更幸运的是，原来阿尔法已经早有身孕。族人抱起刚刚出生的小狼，这一刻部落迎来了新的伙伴。几个月后，幼崽们渐渐长大，阿尔法与男孩坐在一起望着夕阳。很多年后，部落的每人都有一只狼作伴，也正因为有狼族的加入，部落变得越来越强大。